每天5分钟，了解天朝大瓜，安安静静当个吃瓜人。是以前的坏人变老了，不是现在的人变坏了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下面这件事在国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，直接导致现在的年轻人不敢轻易在路边帮助老人。11号晚上，在上海市，一名男子在开车回家的过程中，突然看到一名老人躺在路边，于是就好心上前询问，说：“老大爷，我帮你报个警吧。”老大爷说：“你报警吧。”男子随后对大爷说：“不是我撞的，我只是路过。”可是当警察赶来现场时，这个老东西一口咬定是该名男子撞的。对此，获得2万个网友支持点赞的评论是：这个大爷在道德观念上成功的抹杀了好人的数量。各位瓜友，你们看看这个摔倒的人，如果是你在旁边，你敢上去帮忙吗？在湖南邵阳市，一名女子骑车突然摔倒，看上去情况非常不容乐观。而他的旁边就有一个年轻人，看了看，最终也没赶上去帮忙，然后启动车子直接走了。旁边徒步路过的行人也是绕道而走，最终被路边的商家发现后，他们搬来花盆放置路障，并拨打了急救电话。至此，已经有13辆车冷漠路过。对此，评论区的网友有话说：“我刚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小伙子去扶了老头，老头说是他撞的，结果交警把人和车都扣了。”还有一个视频，有人好心帮他打了报警电话，警察来时，他说就是打电话的人撞的。我们这里的电动车、摩托车撞了汽车，警察会劝被撞的汽车私下解决，因为汽车有保险，电动车没有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好心人打电话帮忙报警，结果自己的车被扣了，目前正在接受调查。如今的社会应该具备更加科学合理的法律，坚决遏制不良风气。我记得有类似案件的庭审现场，法官问救援者：“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打电话报警和送他去医院？”最近失踪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多？甚至我还看到有坏蛋直接在公交车上进行诱骗拐卖，幸好公交车司机及时发现，眼疾手快，在他们下车时把人贩子关在车外，将孩子留在车里。这个视频里的孩子在12月12日放学回家后，惊魂未定地告诉父母，在他回家的途中，有一辆面包车一直尾随自己，并叫他上车。男童机智地跑进路边的文具店，车上的人下来后，文具店的老板说要报警，就把他们吓跑了。这孩子被盯上了，家长一定要多注意，国家应该把拐卖儿童当成毒贩一样打击，抓住人贩就卸胳膊卸腿，要具有威慑力，不然很难遏制。又是江西的警察一定要严惩这个小孩，保护好面包车的安全。这段时间小孩子失踪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一定要教会孩子怎么保护好自己。我们这边上个月抓到了一个人贩子，手指和脚趾全部给他掰断。张文宏，北方度过疫情的挑战比南方大。经过近期对上海今年奥密克戎疫情中的1万多例感染者进行了超过半年的随访，并对同期非新冠感染人群作为健康对照组进行随访，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，目前的奥密克戎株还没有造成特异性的人体器官长期损害，还是呈现常见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特点。目前，新冠病毒病一定会逐渐被纳入常态化的呼吸道病毒，从新发传染病进入季节性或者地方性传播的传染病序列。现在北方很多人感染后，觉得症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轻微，无症状也没有那么多。由于不再核酸全检，无症状比例不明，当感染基数庞大时，比例很高的无症状会被忽略，只觉仿佛每个感染者都会有很难受的症状。另外，北方进入冬季，寒冷也是新冠的帮凶，何况又逢流行性感冒的高发期，安稳度疫的挑战会比南方更大一些。对此，3万多条留言依据热度排列是：我昨天发烧39.5度，今天36.6度，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受啊。你这次说错了，北方的症状很严重，绝对不是普通的感冒。我个人觉得张文宏比钟南山可靠多了，我不赞同他这个结论。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确诊的，都是发烧2天以上，全身疼痛，建议专家们到基层体验一下生活。我们全家5个人，4个确诊，吓得我都不敢回家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比感冒严重的多。这个确诊了还是有好处的，能够返老还童，变得年轻。我们村口的大爷得了这个，现在难受的跟孙子一样。北方严重不严重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吗？第一次觉得你这么片面。我们公司100个人确诊，没有一个不是无症状，有1至2个症状很轻的就已经不错了。括弧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，没有否定国家开放的政策。实事求是的讲，北方阳性都会发烧，无症状几乎没有。河南省因为学生考试取消了疫情，截止到12月11号，河南省已经有多地恢复线下教学，包括郑州、商丘、信阳、新乡等地。各个中小学校也开始进行积极防疫消杀，备足防疫物资。不出意外，9000多条留言，放眼一看，全是河南的。评论如下：我的课程都已经学完了，为了考试而开学，我感觉完全没必要。河南为了考试取消了疫情，不要管，我们班里已经有发烧的了。我已经上了2个多月的网课，眼看就要放年假了，这时候要去学校
要当敢死队吗？如果注定要感染，请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第一批感染者。